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郑杰西卡这个频道。又到新的一年了，那必须呢要对自己的衣橱进行大扫除。我呢又刚刚断舍离了一番哦，你看我的衣橱是不是非常井井有条啊？那每一次呢打开衣橱啊，里面都是我喜欢的东西，而且整理的那么干净，心情也会特别的好。另外呢，找东西也很方便。我断舍离的原则呢，其实很简单哦，大家应该都看过那本很有名的书吧，令人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就像作者所说的，如果这件单品你拿出来看看，觉得不再那么怦然心动，就可以把它断舍离了。听上去很玄乎，对不对？没关系啊，我呢也给它分了分类。那今天就来分享一期我的断舍离的类别吧，希望大家喜欢，也记得点赞订阅，同时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那我们就要开始了。每年换季啊，翻出以前买的东西啊，有的时候都会不免发出感叹：哇，以前买的是什么东西啊？真是配不上今年的自己。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这是真的，对吧？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呢，我有一条 YSL 的黑色的裙子，是我之前呢在布鲁克林的一家 Vintage 店里面淘来的，当时特别的喜欢。但是呢，这2年几乎没有怎么穿过，原因就是因为它实在是太短了。对于我这种下半身比较壮实的人来说呢，过于挑战。我找了一圈啊，只找到一张全身照，即使我穿了黑色的裤袜，大家应该也能够感觉到我的小腿肌肉还是蛮发达的吧。那这时候呢，就要寄出那张照片了。真的，我之前买的那一双欧美品牌的长靴根本拉不上去啊。其实就想证明啊，真的我的腿是不细的好吗？我不瘦的好吗？当然，其实我也不是很介意啦，胖点瘦点也无所谓啦，毕竟也到这个年纪了，对吧？无所谓。但是呢，说回这条裙子啊，就是你总是会挑比较能够放大身材优点、掩盖深藏缺点的衣服，对吧？那这种裙子就完全把我的身材缺点给暴露出来了，那就毫无意义啊。再加上呢，短裙就自带那种减龄、元气满满、活泼那种感觉，那跟我现在的阅历还有气质其实不太符合的，穿上也是有违和感的。所以把以前买的衣服确实是配不上今年的自己，所以我就赶紧把它给断舍离掉了，留给有需要的朋友，也是一种善莫大焉。还有一件呢是 COS 的亚麻粉色的针织开衫啊，我其实买的时间不长，可能就只有1年吧。但是我最近1、2次穿的时候，就感觉说不出来的莫名其妙，就跟我的气质好像不太符合。因为这个粉色就是比较嫩的嘛，虽然饱和度也没那么高，但我总觉得自己穿上有这种装嫩的嫌疑，你知道吗？那可能大家看照片不觉得装嫩，觉得还挺好看的呀，令人眼前一亮等等。但是每个人的内心是没有办法说谎的，就我每次穿上我就觉得浑身不舒服，你知道吗？当你浑身不舒服的时候啊，就很难能够显得自信，对吧？所以我思来想去之后呢，就决定还是听从自己内心的选择，把它呢也给断舍离掉了。再比如说呢，还有这副耳环，哇，我已经买了好多年了，是来自一个叫做 Sean Lin 的品牌。Sean Lin 呢其实很有名啊，他呢是 Alexander McQueen 做高定设计的时候呢御用的珠宝设计师，设计呢比较偏大胆前卫，你看他的风格就有点偏哥特，你知道吗？我买的时候应该有10年8年肯定是有了，那个时候我还蛮前卫的。那现在我觉得风格完全不一样了，再加上呢，我现在把头发剪短了，这么小的耳环呢，对我来讲存在感有点弱，起不到修饰的作用啊。所以思来想去呢，觉得哎呀，要跟10年前的自己说再见啊，所以我把这一副耳环呢也断舍离了。还有呢，就是我去年疯狂的买了很多的针织裙，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穿裙子比较柔美，比较有女人味，你知道吗？我就买了好多条。但是我今年拿出来一看，哎呀，怎么那么胖呀？大姐，真的是，你看我这条 Massimo Tutti 因为它本身质地就比较厚嘛，穿上就把我整个人就放大了一圈，再加上我本身就像我说的，下半部分其实并不是很瘦我也不理解为什么我要挑战自己那同理呢，我还买过一条 Massimo Tutti 的这个浅绿色的针织裙，也是一样的。你看这个胯部，那还是那句话了，好看的衣服很多的，没有必要去扬短避长，对吧？挑战自己干嘛呢，对吧？所以我把这些针织裙呢也都断舍离掉了。
总之吧，我感觉啊，人呢是不太可能一成不变的。每一年你的身材啊、气质啊、生活方式啊等等都会发生改变。当然，你穿的衣服呢也会随之改变，这是非常正常的。那不再适合的单品呢，就赶紧把它断舍离掉，给到有需要的朋友，对吧？那衣橱呢，也可以腾出空间来，留给呢自己真正喜欢、真正适合自己的单品。那这个也是 win-win 双赢的局面，大家说对不对？第二大类断舍离的单品，大家肯定会骂我的，也不是骂我了，说我了，那就是今年退流行的单品。举个例子啊，去年呢很流行 polo 领的针织衫，大家还记得吗？我买了一大堆，比如说呢这一件 COS 的 polo 领针织衫，我去年穿了好多次。还有一件呢是 Zara 的联名款，也是一件这种 polo 领的针织衫。那我今年拿出来上身试了试，觉得还挺一般的，而且呢也有点退流行了嘛，穿上总觉得有点怪怪的。再加上毛衣很占地方啊，我一想，哎呦，一年也穿不了一次。明年还要再放一年吗？算了，不要了，我就赶紧把它挂到网上给卖掉了。我知道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会问，谁让你去赶流行的啊？你就不能买经典款吗？浪费钱好吗？为什么要赶流行啊？话是没错啦，但问题是，如果永远都是买那些不会退流行的什么小黑裙啊、白衬衫啊、黑裤子，是不是也有点太无聊了呢？大家说，我个人是觉得还是可以花一点点钱去买一些当季流行款，不用太多，20%、30%最多了。那一方面呢，也比较有新鲜感，对吧？同时呢，和衣橱里面那些常青款可以搭配在一起，有一些不一样的火花，也给自己平淡的生活呢创造了一点小小的乐趣啊。那我觉得没有必要说为了防止今后会退流行而放弃这些快乐啊。因为人生本来就挺短暂的嘛，能够让我们快乐的事情，说实在的也没有那么多啦，所以我还是会坚持花一点钱去买这些流行款，哪怕知道明年后年可能不流行了，可能还是要把它卖掉，但我觉得还是挺值得的。不过这只是我自己的一家之言啦，不喜勿喷啊，我还是会坚持我的想法的。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解析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第三类单品呢，就是一旦我找到更好的单品的时候呢，原来差不多类型的单品基本上都会被我断舍离。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呢，我呢终于找到了人参墨镜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也入选我2025年 Top 10买的最值得的东西，就是这副 Chimi 的墨镜，大家应该都看烦了，对吧？自从我入了这副人参墨镜之后，我就把以前那些 Vanivase 就带着不二不三，我们上海人说那些墨镜呢全部都断舍离掉了，因为跟这副比那几副墨镜戴上真的没有那么好看，算了吧。那包包也是比如说呢，我入了这个 The Row 的 Margot 包包，是黑色的大包。那我的包柜里面呢也有一个黑色的大包，就是那只 Demilia， 我就把 Demilia 那只呢给断舍离掉了，因为毕竟我的包柜空间非常的有限一般来说呢，我会采取买一个新的就尽量去断舍离一个旧的，保持包柜里面就这几个包包。再比如说呢，我之前买了一件优衣库的 Puff-Tech 的马甲，但是呢，我今年拿出来看的时候呢，就觉得颜色有一点点发黄，再加上呢，我刚刚入了这一件也是优衣库的 Puff-Tech， 是新款，所以相比之下呢，我更喜欢这一件，我就把之前那件驼色的呢给断舍离掉了。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家里比较小实在是放不下太多东西，所以我会尽可能选择入一件出一件的原则。那如果你家里比较大，可能不会像我这样有局限性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储存的问题就有的时候你东西太多，你找不到的时候就会很影响心情对吧？因为衣服你还是要多穿嘛，多流动才会有感觉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家里小也不一定是件坏事这个外在的条件可以强迫我尽可能的去优化我的衣橱，对吧？不要的东西赶紧断舍离，说不定也是件好事情的，大家说是不是？那第四大类呢，就是买了但是没有机会穿的东西，我呢也一咬牙一跺脚，含泪
把它们给断舍离了。那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呢，就是我在9月份买的那件 Uniqlo U 的棕色的风衣。真的，我买的时候好喜欢，好潇洒，而且我找这个棕色找了很久了。但是我买了没穿1-2次，纽约就迅速降温，真的是。而这件风衣特别的薄。它因为很薄嘛，你内搭也不能穿很厚的这种针织衫，因为这样会比较有违和感嘛，所以根本穿不了啊。然后这件风衣嘛又很占地方，在我的衣橱里面挂了几个月，我就在想，那要不就要等到2026年春天的时候才能穿。但是吧，这么深的颜色，春天穿好像也不太行，因为这个颜色比较适合秋冬的，那就等于还要再挂个半年，要等到2026年的8、9月份才能穿。哇，这不就1年多了吗？我天哪！哎呦，我想想，这个衣服穿不了1次要挂1年，说不定明年我又不喜欢了，对吗？哎，算了，就是我觉得买了现在穿不了的东西，还不如把它断舍离，留给有需要的朋友，所以我就含泪把它给卖掉了。我的 learning 呢，就是一定要买现在立刻马上就能穿的衣服。我呢，大概真的是年纪大了，奔五老阿姨啊。我现在对衣服的舒适度要求非常的高，稍微有一点点让我不舒服的衣服或者鞋子啊什么的，我都不想要再穿，赶紧就想着断舍离。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呢，我有一件韩国品牌 Fabricology 这个菱形格纹的马甲，其实我是很喜欢的，而且今年菱形格纹呢又很流行，但是我最近这1年1次都没有穿过。为什么？因为它的这个下摆大家感受一下比较宽，而且它做的特别的紧，我每次穿上去的时候就觉得我呼吸不了了，你知道吗？当然想想也是正常，因为这件马甲呢是均码，大家想想看韩国妹子有多瘦好吗？每个人只有我1/2薄，真谢谢你啊。算了，就没必要挑战自己了。好看的衣服太多了，赶紧去卖掉，筹点钱去买真正适合自己、穿上舒服又好看的单品。所以我就立刻把这件马甲给断舍离了。还有一个我最近断舍离的就是这一副 Gentle Monster 的墨镜啊。买的时候呢，我非常喜欢，因为这个红色的镜片蛮有意思的。但是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镜角呢做的有一点点狭窄，我戴的时间长就会觉得头疼。但我觉得这个应该过一段时间会好的吧，但是没有好的。所以我到最后就不想戴了，因为戴几分钟我就觉得哇头好晕啊，算了吧，不要戴了，我觉得没必要啦，这么挑战自己，所以我把这一副 GM 的墨镜呢也给卖掉了。真的吧，就人生苦短啊，哎，还是要对自己稍微好一点，对吧？再加上世界上这么多好东西，又好看又舒服的单品多的是啊，没有必要跟自己较劲，没苦硬吃。那最后一个大类呢，就是变形、穿坏了或者洗不干净的单品。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呢，我之前入了一顶 Uniqlo 的这种羊毛的帽子，当时戴觉得还蛮好看，但今年拿出来呢，就感觉其实是有一点点变形的啦。那毕竟嘛，这个价位放在这里啊，它的整个帽型其实没有做那么挺阔的，所以我就把这顶帽子呢也给断舍离了。再比如说呢，我给大家看我的这双运动鞋，哇，这双鞋应该跟了我有10年了吧，我天哪！你看前面都已经开胶了，看到没有？哇，我真穿成这个样子，我也蛮厉害的。当然了，这种已经坏掉的单品就要赶紧给断舍离掉。正好跟大家讲一下，我最近就买了这一双，也是锐步的这双 Nano 4。这双鞋我是做了很多功课才买的，买了退了买，搞死了。因为我是在家里面健身的嘛，这双鞋我觉得还不错。不过我想再穿几个星期，有更加直观的感受，再来跟大家汇报是不是值得买吧。再比如呢，我之前还扔了一批白色的背心啊，还有打底衫什么的。有一些呢，就是穿的时间长了嘛，就会有点发黄；还有一些这种毛毛拉拉的那种感觉；还有的呢，就是可能喝茶的时候不小心倒上去有那个污渍，洗了好几次都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包括打底衫卷边了这样子的情况，我都把它们都扔掉了。那如果我妈在的话，她一定会说：“哎呦，不要扔掉呀，这个可以在家里面穿的，怎么这么浪费呀？”哎呦，真的谢谢你啊，不用了好吗？我可不想穿着脏脏的衣服在家里面，更何况我在家里面经常要上班的好吗？啊，不要，没多少钱的事情，对吧？我的心情更加的重要。真的，衣服、鞋子、包包这些还是有寿命的，就到点就赶紧断舍离，没有必要那么执着。
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我最近断舍离的一些单品以及一些背后的原因也给大家分分类，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哦。那过新年嘛，对吧？就把自己的衣橱呢搞得稍微井井有条一点那心情也会变好的，相信我。好了，那么今天分享到这里了。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如果还没有关注小珍姐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